你好，我是大圣。今天我在使用 ComfyUI 绘画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。比如当前我在这里生成了一张图片，这个图片就是一个黑魔法师，背景是一片模糊的森林，提示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法。我使用的模型就是 Flux 标准的3件套。OK， 我在使用 Euler 调度器以及采样器使用 Simple 的时候，官方推荐的就是使用 Simple 调度器嘛。我在使用当前这个参数绘图的时候，20步哈，我的采样步骤是20步，画出来了一张我比较满意的一个构图，就是当前这个构图。于是呢，我希望可以在这个构图之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。那想要进一步的细化，最先想到的是调整哪个参数？是不是调整这个采样步数啊 ？OK， 那我现在给它改成30。好，咱们来运行，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。跑一下，看看30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画到一半就能感觉出来了，不太对劲儿，是不是？当我修改了这个采样步数的时候，整个画面构图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对不对呀？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呢？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这个调度器导致的。当前我使用的是 Simple 这个调度器，当然这也是官方推荐的 Flux 调度器哈。但是呢，这个 Simple 调度器它就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我在更改步数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对画面造成比较大的修改。当然，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只是一些小变化。但是当前的这个种子状态下，这个变化非常的大，所以说呢，也就是借着机会，咱们来讲一个新的插件，就是当前这个 KYNode 这个插件。关于这个插件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首先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度器。刚刚咱们看了20步和30步产生的图片差异非常大，对吧？那我当前这个调度器，如果我直接创建这个基础调度器，咱们来看一下默认参数哈。默认参数是 normal，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默认参数，不使用官方推荐的，使用这个 normal 正常的调度器。我先使用20步来画一下，看看啊。OK， 这个 normal 它20步画出来的也是我想要的这个构图。然后呢，我在这个 normal 调度器基础下，把采样步数改成30，再来看一下。你看画面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，这是 normal 调度器30步、20步，对吧？那么我能不能只靠修改调度器来控制住这个画面呢？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咱们可以把调度器给改成这个 beta 调度器，比如我用 beta 30步来画一下，看看啊。这个30步它也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画面，对吧？别着急，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20步的，给它改成20步。20步和30步画出来的非常像，这个才应该是修改步数带来的结果，对不对？虽然当前这个画面啊，它并不是我想要的构图，但是它20步和30步画面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是吧？好，这里呢，我总结了一个表。你看20步和30步 normal 和 simple 调度器，它们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，而使用这个 beta 调度器，画面变化并不是很大。当然，你看30步它会给你增加，它的确增加了一些细节。这里多了一点小珍珠，但是这里就没有。包括耳朵上面这一绺头发的细节，30步也明显更多细节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的需求还是没有被满足，我是希望可以在当前这个构图下增加细节。那怎么办？就要说到这个 KYNode 这个插件了。这个插件呢，它是通过控制 Sigma 噪声来增加画面的细节。当然，我在之前一个讲高清放大的视频的时候，也介绍过类似的插件，那个插件的名字叫做细节魔鬼。这两个插件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。而这个 KYNode 呢，我觉得它的参数更精简一些，所以说我更喜欢这个插件。OK， 我现在把它来开启，然后我把调度器改成官方推荐的 Simple， 还是使用20步。OK， 然后咱们来生成看一下哈。这里的参数一会儿我会细讲，咱们先生成一下看一看。
我画到一半就已经能感觉出来了，这个画面的细节更多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复制，把这个图片复制和之前的对比一下。这是使用插件之前 Normal 和 Simple 两个调度器20步画出来的结果。然后呢，我把开启插件之后的图片粘贴进来，咱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异。你看，同样是20步，但是这里呢，它细节提升了很多，是吧？周围出现了一些飘散的余烬。这个呢，它就是 KY Node 通过 Sigma 噪声来增加出来的细节。然后呢，咱们再回到 Comfy UI， 仔细看一下这个参数哈。首先最重要的你要调整的就是当前第一个参数，这里控制的就是细节的数量。当前我使用的这个数值负 0.1， 这里的值越低，你的细节就越多。比如说负 0.2， 它的细节就会更多，负 0.3 就会更多。但是呢，这里你看作者还给了你一个小标注，这里作者也给了一个提示，其实负 0.1 啊，它的细节就已经算是很多了。如果你继续加大这个数值，比如说改成负 0.2， 这个画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噪点，咱们可以来看一下。3吧，明显一些。看画面就出现很多噪点了。所以呢，想要增加画面细节，咱们这里的数值通常是不会再比负 0.1 再小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这里给的数，比如说我给一个负 0.03， 这个时候它增加的细节就很少，完全可以忽略。所以呢，通常咱们输入的是负 0.05 到负 0.1 之间，咱们可以使用负 0.03 来生成看一下。你看它的这个效果并没有增加太多明显细节，对吧？ OK， 这里介绍的呢就是当前这个 KY Node 插件的第一个参数。当然这里你也可以输入正数，如果是正 0.1 的呢，它就会减少你画面的细节，这也是当前这个插件它另一种用法。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呢，就是它的介入时机，这里和 ControlNet 的介入时机是一模一样的。当前我介入时机我让它选择的是 0.1， 也就是说它会延迟介入一会儿，然后一直控制画面到最后，所以按的是1。这里呢我就不过多介绍了，它和 ControlNet 是一模一样的。而这个 Smooth 呢，默认 0.5 就不用改，它会把你的添加噪声的曲线变得很平滑。而至于当前这个噪声曲线呢，后期我也会出视频来仔细讲解一下，这里咱们先略过，这里咱们先不纠结这个细节。 OK， 那咱们可以拿它对比一下哈。我使用贝塔采样器，就是这个20步和30步不会产生什么变化的采样器。然后呢，我依然是使用20步，这里我使用负 0.01 负 0.1， 咱们来看一下，依然是20步和那个30步的细节来对比一下。贝塔采样器这是20步30步，然后咱们把依然是20步，但是开启了 KY Node 插件时候的效果复制进来。最明显的就是背景的变化哈。当然除了背景呢，你能看到头发的细节，这里明显尤其是这一部分更锐化了一些，是吧？另外呢，皮肤，你看这里的皮肤，你能看到皮肤上是有一些瑕疵，更真实的。而当前这个它就很 CG， 像蛋壳一样，是吧？很假。手上这个小亮光细节，明显是我在20步的基础上开启 KY Node， 这个小亮光的细节也要比30步这个细节更多，以及它周围还围绕着一些小余烬效果，对吧？这个 KY Node 它通过 Sigma 噪声是不是很实用啊？而且呢，你看我使用20步，它也画出来了一串小珍珠。它可以在不增加步数的前提下来增加画面的细节。而通过控制 Sigma 噪声来增加画面细节的这个功能啊，除了这个 KY Node 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兄弟叫做细节魔鬼。KY Node 和细节魔鬼这两个插件呢，它的逻辑一模一样，但是这个细节魔鬼它为啥有这么多个参数呢？好，后面我会出一期视频来详细讲解这个细节魔鬼的功能。好，我是大圣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